bottom 位的玩家呢，直接 all in 啊，134000，在我的范围里面呢，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然后看到 bottom 位的玩家呢是10J 同花，如果我是他，在现场的比赛，我应该永远都会跟注。虽然说这是一个正 EV 的 all in 啊，但是我认为跟注的 EV 更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玩家会犯的一个错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National 第2天的赛事遇到哪些有趣的手牌。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呢，今天进入的玩家人数呢，大约是50人，31个前圈。那第一个盲注级别呢是1000、2500，那我大约有16万的筹码量。这把牌呢是在这个 bottom 位的玩家，他有2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5000。那我在大盲位有一个84梅花。84梅花本来就是一个预设范围会跟注的一个手牌，当然我就选择跟注。翻牌是 J96 2张梅花，底池13500，然后这时候我选择过牌。bottom 位的玩家呢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3500，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决策要做。那我认为呢，我们的手牌策略呢一定不会弃牌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跟注有的时候会加注。那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就是我认为对手持续下注的频率有多宽如果说他的持续下注是全范围，也就是说他会有很多手牌面对我的加注不会跟注的话，那我们这个手牌是非常的适合考虑用一定的频率去选择加注毕竟对方弃牌一定是好事嘛，因为我们只走8害而已。当下呢，我用一个混合策略，然后选择加注到13500，然后这时候对手跟注转牌是一张9。那我觉得转牌这张9其实对我的整体的范围来说并不理想代表说我的手中里面的2对然后3条的组合基本上会更少。但是我觉得呢，我的手牌还是很适合有一个持续下注的几率，所以转牌呢底池40500，然后我选择了下注2万，这时候对手跟注，合牌是一张 A。那我认为这个情况下呢，合牌我的炸胡的频率应该要是非常非常的低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他所有的 J 的对子都很容易跟注假设他今天是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一些什么 S King、S Queen， 尤其是带有2张梅花的这种手牌，那我觉得合牌中了 A 的范围里面，他也应该都不会弃牌。然后我过牌，然后他也很快就过牌，他开牌他是一对 Q， 那我觉得一对 Q 他其实在合牌可以考虑价值下注就摊牌，然后我就输了一个底池。这手牌的发生的情况呢是1500、3000的盲注级别8人桌，那我在 UTG 我有一对 Q， 然后选择加注到6000。CO 位的玩家跟注，小盲位玩家跟注，大盲位玩家跟注。我的筹码量呢大约是有16万。重点是翻牌翻牌是 K85， 然后是一个彩虹面底池27000，全部玩家都 check。我这边 check 是一个很明显我在4人底池我拿一对 Q， 在一个 K high 的翻牌所以都过牌了之后呢，转牌是一张4。然后这个时候呢，小盲领先下注了一个15000，然后呢大盲位弃牌，这个时候决策到我。那我认为一对 Q 呢，如果我们翻牌没有下注的话，我觉得转牌是必须要跟注原因是因为小盲位在转牌，他会下注太多的手对比我弱的手对，比如说99、10、甚至是77，我觉得都有可能，甚至是一些8、9同花，他的转牌都有可能会下注。所以就是他的范围里面，第一个可能会有炸，又或者是说他会价值下注比我弱的手牌所以我们的 QQ 呢，在转牌是必须要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2，他选择过牌。那我的手牌的话，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过牌了，就是因为小盲位还是会有一些，譬如说 K10同花、K9同花之类的手牌，他可能就是有 K， 但是他不一定会下注。那我的手牌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摊牌价值，就是我下注不会比我更弱的牌去跟注，所以呢，我也选择过牌。那我看到小盲位是一对10，那我是一对 Q， 就赢下来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呢是一个蛮大的底池low 价位的玩家他有20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6000。那我在 CO 位，我大约有17万、18万左右的筹码量，选择跟注一个 AQ 梅花。然后大盲位的玩家呢，他有13万的筹码量，他也跟注。翻牌是 AQ9 2张红桃，底池22500，2位玩家都过牌到我。那我们这边中了一个顶2对，我一定会选择下注。
那我的预设尺寸呢，应该就只会有一个，就是1/3的多人底池的状况，所以我选择下注7000，然后呢，大盲位的玩家选择跟注。然后这个时候呢，原本翻牌前加注的玩家呢，他这边选择加注到37000，然后到我这边就有一个决策要做。那我们这边有几个选择可以做，我们可以选择跟注或者选择加注。那我认为我的手牌呢，在这个大盲位有跟注的情况下呢，它很有可能是一些这些顺子的听牌或者同花的听牌。那我觉得如果我跟注的话呢，它会很轻易的跟注进来。那我宁愿我的手牌呢是比较强的，不需要保护。比如说，我觉得我宁愿跟注我的1对9，好，或者是我今天慢打1对 A 1对 Q， 我觉得都是一个更适合跟注的手牌。AQ 梅花的2对呢，我觉得更适合选择加注。但问题是我今天加注的尺寸，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尺寸会是什么？当下呢是选择了直接 all in。当我今天有一些很强，比如说 K10红桃、KJ 红桃、10J 红桃之类的手牌，我也可以选择全下来给对手最大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大盲位玩家弃牌。然后原本加注的玩家呢，他想了很久想了很久之后呢，他就选择弃牌，然后我就赢下一个底池。那接下来这手牌呢，在8人桌的 UTG 的玩家选择了 all in 56000。大约是11个大盲 ，low 价位的玩家呢，他大约有12万的筹码量，他也选择 all in。这个时候到我在 high 价位我有23万9000的筹码量，我拿一对 Q。8人桌的 UTG 呢，我觉得他会 all in 的范围可能是所有的对子，同花 A 的话至少要是 A3、A4 以上 ，A9 不同花以上，可能要 KQ 不同花，然后同花10以上的手牌范围。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 ，low 价位玩家他如果要 all in 12万的筹码量的话，我觉得他的范围最宽，我觉得要7788以上的对子，然后同花可能要 A10、AJ 以上。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我会继续的范围，我觉得99我应该会弃牌，这是可能蛮边缘。那 JJ 以上的对子我是一定会去，然后 AK 我一定会跟住。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我在这个情况，如果我是 JJ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 的话，我是一定会跟住应该说一定会 all in。all in 的玩家呢是1对5，low 价位的玩家呢是 AK 然后我是1对 Q， 翻牌是 J63然后转牌是一张4转牌一张4的时候，代表说这个1对5呢，它有一个双头顺的机会。然后呢，合牌就是我要闪蛮多张的嘛，合牌不能开 A， 不能开 K， 不能开7，不能开2，然后合牌就开张2。我就输了。当然，因为我还有赢一个边池嘛，有个塞帕，因为短筹码是56000，我还赢了大概1万上下左右的筹码。现在手牌呢是一个在3000、6000的盲注级别我在 low 价位，我有大约20万的筹码量raise 一个 AQ 不同花 raise 到12000，然后 CO 位的玩家有20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这个时候呢，bottom 位的玩家呢直接 all in13万4000，在我的范围里面呢，99跟 Ace Queen 以上的手牌呢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那我会不会跟到更宽呢？可能不会，我觉得现场的玩家不需要去跟到一个太宽的范围，因为现场的玩家就是不会推这么宽。然后原本跟注的这个 CO 位的玩家选择弃牌，然后我就摊牌，然后看到 bottom 位的玩家呢是10J 同花，那我是 AQ 翻牌就一张 A。如果我是他，在现场的比赛，我应该永远都会跟注虽然说这是一个正 EV 的 all in 但是我认为跟注的 EV 更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玩家会犯的一个错误他做了这个决策的时候呢，他只会想all in 是不是正 EV如果是他就 all in。可是其实扑克的决策并不仅是要做正 EV 的 all in， 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是最正 EV 的决定。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UTG 你有 AA 40个大盲，直接 all in 是不是正 EV？是，但是你会不会直接 all in？绝对不会。所以呢，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是犯了一个错误，所以我就赢下来一个还不错的筹码。下一手牌什么状况呢？在4000、8000的盲注级别 ，CO 位的玩家呢有21万3000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18000，然后弃牌到我小盲位，我有25万的筹码量我拿1对8。那我认为1对8呢会是一个很明确需要3次下注的一个手牌我不会选择跟注，原因是因为我领先他大部分的范围，然后我又知道他是一个比较松的玩家，因为我已经跟他打了2天的牌。问题是我要选择3次下注，还是选择直接全下，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这手牌非常适合放在一个直接 all in 原因是因为当我今天选择一个3次下注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跟一些90同花、10J 同花、KQ、KJ 同花。但是如果我直接 all in 的话呢，这些很不错的手牌它的手牌赢率对上我都不会到太差。然后这些手牌会弃牌的话，其实非常的好。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一些比我弱的对子或者是一些 A10、AJ， 他很有可能会弃牌，然后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当下选择了直接 all in。然后他想了很久，
他想了很久，他才跟注。那我看到他的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啊，它是一个 AQ 不同花啊，翻牌呢就一张 Q 啊，所以呢这把牌让我损失了大部分的筹码量，就是剩下4万左右。目前的盲注级别呢是4800，也就是我大约剩下5点多个大盲。当下的情况呢是6人桌的 low 价位啊，就6人桌的第一个位置，然后我有45000。我拿了一个6、7同花，我觉得可以选择 all in。然后如果说我要等下一手牌的话，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必须要先放大盲先注，然后放了大盲之后呢，我大约会剩下3点多个大盲，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6、7同花其实非常适合 all in。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其他玩家都弃牌之后呢，我看到 bottom 位是1对4啊，我是6、7同花，非常的好，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半一半的状况。然后翻牌就一张7啊，所以呢让我成功的筹码翻倍。我都没有讲到前圈了，已经进前圈了啊！这场比赛呢，其实在很前期的时候进入前圈，大概是2000、4000的时候进入前圈，然后完全没有同步发牌啊，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有挤泡沫的阶段啊。反正就是一个玩家淘汰速度非常的快啊。下一把牌呢，就是最后一手牌啊，最后一手牌发生的状况呢是在5000、1万的盲注级别，然后这个时候 high jack 位的玩家他 all in 133000，也就是大约是13个大盲。然后呢，我在 bottom 位我有 AQ 不同花，那我也 all in， 我有135000。我认为他这边 all in 13个大盲的范围呢，我认为可以推到同花 A5以上，可能是 A8不同花以上，然后任何2张10同花以上啊，可能有 KJ 不同花 ，K10不同花可能不会推啊，我觉得大概是长这样子。对子的部分的话，我觉得2233边缘一点，但我认为44以上应该都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in。好，所以对上这样子的范围呢，我的 AQ 当然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 啊。我觉得我的范围如果是66以上的对子跟 AJ 以上的手牌，应该都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然后呢，我看到 high jack 玩家他是1对7，然后翻牌呢KK7。对，所以这把牌呢输了之后呢，我就剩下了2000的筹码量。过了几手牌到我到这个 UTG 的时候呢，那我觉得 UTG 决策应该是一个很宽的范围的 all in， 因为我希望我现在 all in 2000我还可以赢到前注嘛，前注是1万。假设我这把牌我不 all in 的话呢，下一把牌呢其实还不会这么糟，原因是因为我是先放大盲就不会有前注。但是呢，这把牌呢，如果说我先放了大盲之后呢，我最多只能赢我的2000的大盲跟小盲的2000，然后没有前注就只能赢4000。但是如果我在 UTG all in 的话假设我赢下这个底池，我还可以赢下这个前注的1万。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很明确在 UTG 拿一个 J8不同花，2张8以上应该都是一个不用想的一个手牌所以我就选择了 all in。有2位玩家也跟注，然后有3次下注，反正就打到翻牌之后，那我 J8呢就是就输了。今天获得的名次呢13名，然后奖金是2332非常的可惜没有进入到决赛桌但是没关系，我们紧接着还有一场豪客赛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去报名。好，如果说你们各位有任何的扑克手牌想要问我的话，欢迎到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那我们会不定期的找一些有趣的手牌来跟大家做影片回顾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我是小 P，拜拜。